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一身凡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闲庭信步，照样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昊天私自动用功德金身填补海眼，必会被罚去下界。贫道此来是为接替金蝉师弟与妖庭商谈合作事宜。有噬天剑在手，便可无惧天道之力，破开天庭各大天门，杀入凌霄宝殿。找到了，这是陆压的地盘。主人，水神来了。陆压在此处搜集了大量巫族精魄，还派这么多妖兵镇守，到底在谋划什么？要找回六道府巫族的精魄，我必须进去一探究竟。殿下来讯，谨防有人擅闯大阵，都给我警醒点儿。是。此地妖兵粗略估计有10万之数，看来上回我端掉磁铁成兵器后，陆压反听的贼心不死，便在这里重新整治妖兵。只是这与巫族有何关系？水神已进入妖生山。哦，我这坐骑唤作谛听，可探查万物心声，包括太子你。水神潜入妖生山，且不说山外大阵何等精妙，以我的神识也未能察觉，他怎可能探查？水神潜入妖生山，且不说山外大阵何等精妙，以我的神识也未能察觉，他怎可能探查到？谛听既有如此神通，为何不早些告知？李桑，你故意将水神放入妖生山，这就是你们西坊教的诚意？竟从一开始就在探听我的心声，好一个谛听，好一个地藏！若非眼下是炼制噬天剑的紧要关头，真想除之这个祸害。承蒙您看得起，竟然对贫道这坐骑起了杀心。谛听探查万物心声，不过是为了防护妖生山。这期间，虽说不慎听见了太子的心声，但说到底，也是在帮您呢。若您有办法屏蔽谛听的探查神通，那自是两全其美；若没有，恐怕还得委屈您一下了。主人，太子，水神已到祭坛外。殿下，我等特来回禀巡查情况。
剑、精魄。这里是个祭坛。陆牙通过地脉吸收了大量巫族精魄，并将其献祭，用以炼制这把充满阴煞之气的凶剑。他为什么要炼这把剑？难道是为了对付天庭？陆阳，他竟然在这儿！被发现了！什么时候？地底深处还有纸人。不好！没道理呀！陆压的神识再强，也不可能找出纸人所有的藏身处。他怎么舍得？神识搜捕、视觉洞穿，还是听觉探查？陆压旁边的一人一狗，看着装颇具西方教风格。莫非是京城的妓院？西方教派来与陆压接洽的？西方教，听觉探查，难道？糟了！不能多想，不能多想，不能多想！太清圣人的道场斗帅宫，一定能避开这探听神通。大法师，救救我啊！地藏，我这就用太极图推演一番。此人是西房二圣最为看重的弟子，如今已迈入准圣境，刚从外游历归来。他有一座旗，名唤谛听，可探听洪荒生灵之心声和对话。果然是他们！一想到西方教有善探听者，我便立时下令谛听。此兽的探听神通极其厉害，《西游记》中他就曾凭此神通辨别真假猴王，也难怪我的纸人尽数暴露了。大法师，谛听的探听神通可有办法应对？他头上的那只角，应是其施展神通的关键。角？难道是类似于信号发射器一类的东西？我有办法炼制法宝对付谛听，只不过渡仙门内恐怕不太安全。你小子，不就是想在兜帅宫练法宝吗？放心吧，老师此前已叮嘱过我，你若想用紫金八卦炉，尽管用便是。传闻除太清圣人外，只有大法师用过紫金八卦炉，太清圣人竟答应给我用。我原本只想留在兜帅宫躲避谛听探查，没想到太清圣人竟然那么大方。不止如此，太清圣人将紫金八卦炉借给我，代表了他对陆压炼剑之事颇为重视。看来此事不仅仅是涉及巫妖两族恩怨那么简单，背后恐怕另有隐情。谢太清圣人，谢大法师。竟然跑去了兜帅宫！太子殿下，此事若惊动太清圣人，洪荒诸事瞒不过圣人。之所以未及时出手，或是心中另有
计较，或是不便亲自出手。水神既然求助兜帅公，太清圣人必会提供不小的帮助。终究并非圣人直接出手，也许这便是可乘之机。太子放心，贫道还有一计，可助太子加速炼制噬天剑。倘若我打造出屏蔽探听心声的心声屏蔽仪，能否对付电听？师兄，不好了！症状和六道府巫族一模一样，怎么连熊灵力也……熊寨怎么也出事了？陆压不是只吸取了巫的精魄吗？为什么连熊寨也……他身上怎么有巫的气息？我懂了，怪不得熊寨寨民和熊灵力的身形如此伟岸，因为他们是巫和人的混血后裔，体内有巫的血脉。兜帅宫中一草一木，尽都内源无穷。地藏和地听应该是强化了祭坛，通过地脉吸取了更多精魄。再这样下去，不止六道府，整个熊寨乃至熊灵力都会有灭顶之灾。要阻止陆压炼剑，拯救巫族，必须先尽快打造出心声屏蔽仪，否则我的每一步将被陆压知晓，那就永远失去了获胜的可能。心声屏蔽仪，能够阻止别人探听的法宝。殿下，谛听已经很久未听到水神的心声，看来他是躲在兜帅宫内，不敢外出了。哼，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综合小指人的监视，陆压与地藏地听目前应该是分头行动。陆压专心在祭坛炼剑，而洪荒各处出现的大量祭坛，应是地藏和地听的手里。熊寨死伤的家具也与此有关。眼下重点仍然是阻止陆压炼剑。陆压现在半步不离祭坛，我不可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。水神有动静了，他已前往六道府和天庭整治军队，准备兵发妖生山。传音给陆压，妖族陆压竟用我巫族精魄炼制凶剑，以头歹毒。实不相瞒，此前我为探查巫族精魄一事潜入此山，也不知那陆压用了什么法子，我竟屡屡被他发现，暗中潜入不行，就只能强攻入此山后再夺剑了。今日仰仗诸位。水神尽管放心，我族目前可用的兵力虽不多，但他们
都是参与过巫妖大战的远古战士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趁我等还未受到路亚炼剑的影响，愿立即举兵，随您攻入山区。教主哥哥，敖乙也愿往。水神大人，殿中也愿听令。好，今夜子时攻山。是。今夜子时攻山。殿下，水神这是走投无路，要明抢了。妖生山内兵力充足，我路亚何惧一战？这么久没听见水神心声，这下却突然要攻妖生山，谛听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主人，谛听不可能听错。如果他故意让你听错了，莫非这一次，我要失信于巫族？境界的差距非一时可逾，东君，放弃。自己的方式证明给他看，我百里东君有资格成为他的亲传弟子，就是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强者之路。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生词与心间，不同凡响为我了解。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轩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分世上好几道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冥界的一道誓言。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几道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难解的一道誓言。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见情缘。